喜欢在家里养花，遇到最可怕的是什么事？答案肯定不同，毕竟在喜欢养花的人眼里，卫生、虫害、异味、污染等等都会有一个不同的排序。但不可否认，如果在室内养花，会有很多的忌讳，尤其是家里有老人、病人、孕妇、婴儿的。养殖花卉能陶冶情操，舒缓情绪，让人生活变得更加热爱生活和家庭，但同时有些花卉对人也不是那么友好的。养花不仅要懂得养殖技巧，最先了解的是花卉的习性，一株花卉家里能不能养还是很重要的。养对了，花旺人更旺，养不对，花旺人不旺，这可不是迷信，是很多养花人的经验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喜欢我的内容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那么有哪些花不建议养在室内呢？一、残花不养。我们看到的都是一盆盆枝繁叶茂、开花爆盆的花卉，但其实很多花卉都不是那么好养的，很多花就算没收空盆也养残了。而养残的花卉其实已经没有养护价值了，只是很多花友都舍不得，想要继续养下去。它能复壮，但几率不大，而且恢复期时间太长。长势旺盛的花卉都没养好，变残了以后就能养好了，就算能养好吗？花费的精力都不如再去买一盆新的花卉了。残花上的病菌可是很多的，室内养花最忌讳就是病害、细菌之类的，就算对人体没影响，说不定就会传染到健康的花卉上去。二、香花不养。香花就是香味比较浓郁的花卉，例如香水百合、夜来香等香气较浓的花卉也不能养护。这些花不但香气浓，而且还含有大量的花粉，会对人体产生一定的危害，尤其是一些体质虚弱、呼吸道有问题的家庭成员，这种花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不利的。因为房间里的空气不好，所以这股香味堆积在一处，久久不散，就算身体好的人也会被熏得头晕脑胀的。三、毒花不养。植物中有不少都是剧毒的，这是植物对自己的一种保护。我们饲养的许多花花草草实际上是有毒的，但有少量的毒素对人体无害，所以这些花都是普通的种植。不过如果是有剧毒的，那就得小心了。如果家里有老人、有孩子、有宠物，那么如果不小心接触到这些植物，或者是吃到了这些植物，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。我们还是离它们远一点比较好，有毒的花最好早些淘汰掉，不要有侥幸心理。比如之前说到的夹竹桃、虎刺梅等等。四、有刺不养。许多花草都是带刺的，而且许多家庭对于这种带刺的花草都有一种禁忌，认为放在家中会引起一家人之间的争吵，这种迷信还是少在家中种植为妙。家里养着一盆带刺的花，一不小心就会被刺中，要是自己的孩子被刺中了，家长们岂不是要吵起来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一家人为了养一盆带刺的花，争吵起来也不是不可能。带刺的花很危险，如果你想要培育，你可以先把它的尖刺给剪掉。但其实也要辩证的看问题，喜欢大于一切。花花就很喜欢仙人球，家里也在养的，但日常确实需要提醒小朋友注意别被扎到。五、异味不养。有的花卉散发出香气，有的则会散发出一股怪异的味道，这种带有怪异味道的花卉确实不适合在室内种植，因为它们会给人带来灾难，所以干脆不种植，就算种植也要种植在户外，比如五色梅、长叶蝴蝶兰等等。现在去花市购买鲜花，因为许多鲜花都没有气味，所以我们种植鲜花，让它们没有气味，这对我们以后的种植有很大帮助。六、量大不养。家里的花草一般都会在客厅和阳台上种，喜阳的花草会在阳台上种，喜欢阴凉的花草会在客厅里种。所以在客厅里放满了花真的合适吗？客厅是一户人家的公共空间，既是一户人家的聚集地，也是一户人家接待客人的好去处。这里放太多的花会显得杂乱无章，家里的环境不好收拾，花花草草都要花钱，再加上客厅的位置也不好摆，这些花盆也就是在客厅放着，用不了多久，卫生状况就会非常堪忧。最好的养护地点不是客厅，而是阳台。如果能在客厅里放上几株比较大的植物，那就更好养了，
只要时不时的清理一下枯黄的叶子，清理一下叶子上的灰尘就可以了。过多的花草会造成客厅的卫生盲区，在养护时，病菌、虫害、肥料、药物都会对客厅的环境造成影响。上述的6种花可以慎重购买，家庭养花建议以下2种。一养对健康有益的花，对于植物的身体有很好的保健作用，比如吊兰、君子兰，这些植物都有净化空气的作用，也很适合在室内种植。尤其是吊兰，不仅好看，还非常容易养护，放在家中不仅能长得非常茂盛，还能起到很好的空气净化作用。如果觉得太小了，还可以在里面种上几盆比较大的植物，比如天堂鸟、琴叶榕，这样的植物价格不菲，它不但可以起到室内装饰的作用，而且可以起到净化和增加室内空气湿度的作用，对于改善室内空气品质有显著效果。2养寓意吉祥的花，很多人在家中养花都是因为它们有一个好的寓意，比如发财树、幸福树、佛手花等，不仅容易养护，而且还能让人感觉到一种愉悦的感觉。中国人最爱借花献佛，因此这棵有福之花必须收藏在家中。比如有些不祥的花朵，如果家中有长辈，就会尽量远离。哪怕是一盆不好看的花，只要是寓意着一吉的花，都会被人喜欢。综述，在家里养花，不做好功课，花望人不旺的事情很容易就会发生，并非迷信，而是养花人的经验之谈。但风水一事，信则有之，你相信的话，可以按照这样的原则来做，运气也会越来越好。然天生就不信风水的花友，那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喜欢，你的喜好就是最好的风水。最后祝愿大家发大财，身健康，行好运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喜欢我的内容请关注、点赞并打开小铃铛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，我们下期再见。